我叫徐州，顾云谦是我的死对头，我俩从大学就一直争夺第一名，打打闹闹到现在，每次见面就剑拔弩张，但没人知道我跟他的实际关系。会议室，我代表 B 组跟顾云谦的 A 组争得面红耳赤，都想拿下这次的项目。项目经理叹气，让我们3天后一人交一份提案再说。我跟顾云谦瞪着眼，还在放狠话。小组成员上前拉开我们，生怕我们直接打起来。顾云谦不爽地扯了扯领带。徐组长，这次肯定是我赢。我冷哼一声，扭头带着小组人走了。午休，公司人出去吃饭，我还在位置上看项目相关资料。我们是做酒店活动策划的，每次的接待都是一次宣传机会。我跟顾云谦竞争惯了，上司也由着我们，反正有助于公司就行。手机亮了，顾云谦来茶水间一起吃饭。我本来想回绝，但又想去试探他们小组准备怎么做，我还是起身过去。走进茶水间，身后的门突然关上了，一个力道扑过来，将我抵在储物柜上，炙热的吻落了下来。顾云谦亲得又气又急，还一边骂道：你今天吼得挺凶啊，老子昨晚没伺候好你。别动，这里是公司。我气息不稳地抓住他的手腕，又不是没在公司亲过，怕什么？他扣住我的后脑勺，吻得更凶狠了。我担心有人经过，咬了一下他的舌头，他居然还不罢休。一个吻结束，我衣服都乱了。我推开他，没好气的擦嘴：这么嫌弃我，信不信我咬你？他悠悠的盯着我，仿佛意犹未尽。别闹，我是怕被人发现。我紧张的回头，发现他早就把门反锁了。还好，虚惊一场。顾云春轻笑，抬手帮我整好衣领，把领带系好。他的五官很深邃，除去平时桀就不羁的性子，认真的时候总让人感觉很深情。我撇开目光，坐下跟他一起吃饭。顾云春把我喜欢的菜推到我面前，坏笑着：徐组长，今天的项目就让给我呗，上次的项目我都给你了。上次是我凭本事拿的。我轻哼一声，每次大家都是各凭能力罢了，才不会让对方钻空子。哎，真无情，有些人啊，果然穿上衣服就什么都不认了。顾云春一边吐槽着，一边把饮料插上吸管递给我。我懒得理他的碎碎念，吃完饭就准备去工作。他留恋的勾住我的手指：徐组长，吃完就跑，再亲一个吗？滚！他也不恼，笑着捏了捏我发烫的耳垂，眼底的调戏清晰可见。我推开他，走了出去。明明跟他纠缠2年了，但还是很容易脸红。该死！最近公司新来了一批实习生，有个叫赵宇的男生在我手下，很积极努力。我想拿下这个项目，顺便带他走走流程。他倒是很听话，经常主动做事情。下班后，赵宇连忙把自己查到的资料交给我。组长，下班了要不要一起吃饭？我还有些问题想问你。我下班不工作，明天问吧。我直接拒绝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他今天做的不错。赵宇眼睛一亮，拎着包跟在我后面坐电梯。他跟我闲聊，说自己也是蓝通大学的，在学校光荣榜上看到过我和顾云谦。我笑了笑，没想到还是学弟。走出公司，我借口要打车，跟他兵分2路了。经过街角，再走几步，熟悉的白色轿车在等我。顾云谦冷着眼，脸上写满了不爽。怎么这么久？跟那实习生说什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聊这么久。他这几天还对你一直献殷勤，不会是有什么别的想法吧？顾云谦有很强的领地意识，每次有危机感就说个不停。我不想耳朵长茧，扭头捏住他的下巴，用力亲了他一下。好了，我饿了，去吃饭吧。他果然闭嘴，轻轻勾唇。别以为亲一下就能打发我了，等会去你家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别来我家，明天还要上班呢，我可不想明天起不来。顾云谦挑眉，眼底带着钩子，故意叹气。哎，我还准备给你做饭呢，做你喜欢的红烧排骨，真可惜啊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这顾云谦虽然话多脾气坏，但厨艺真是一绝，要不然当初我也不会被他勾搭上。就这么犹豫的功夫，
他已经开车往超市去了。之后的事情，他轻车熟路。做饭、吃饭、睡觉、洗澡，我自信满满的准备提案。可3天不到，顾云谦背着我，不知道跟经理说了什么，直接拿走了那个项目。我气得要命，就知道这货给我做饭没安好心，原来是给磕糖打一巴掌。这是头一次，他没跟我公平竞争。下班后，我打听到顾云春接待客户的地方，打算过去找他算账。电梯里，我都想好怎么骂他了。有几个公司的女生窃窃私语，经理也太不公平了吧？不是说好看提案的吗？怎么出尔反尔？听说这次是个大客户，我还想着年末能多拿点奖金呢。哎，听说顾组长家里有钱着呢，应该是用了什么人脉吧？我皱眉，轻咳一声。几个女生回头，顿时不敢吭声了。电梯到了1楼，我冷脸看着他们，以后不要随便议论同事。顾云谦确实是个富二代，但他的能力绝不是靠家里人才带来的，那些光环不能掩盖他的努力。我不喜欢别人戴有色眼镜说他。赶到酒店，顾云春正好谈完，他似乎喝了很多酒，看起来步伐很稳，但脸颊泛红，眼底有些飘忽。我看着跟他握手谈笑的高傲男人，整个人呆住了。居然是梁经理！之前跟他们公司合作的时候，我不小心得罪过他，被他穿了一阵小鞋。送走梁经理，顾云墨打开手机找代驾，我上前扶住他，拿过他的车钥匙。哟，徐组长来接我了。顾云谦见是我，笑着抱住我，放下浑身戒备，绷紧的弦放开。此刻喝醉的他跟个小孩似的，我好不容易把他扶到车上，直接跟他算账。顾云谦，这次对接的人不是李秘书吗？怎么换人了？李秘书被外地派遣，临时换人了。我皱眉，心底有个猜想。所以你提前抢走项目，是怕我跟姓梁的对上？他打了个响指。宝贝，你学会抢答了。那姓梁的就是仗着几个裙带关系，有什么好嚣张的？今天还对我吹胡子瞪眼的，我才不会让别人有机会对你甩脸子，我都舍不得说你。顾云春嘟嚷着，捧着我的脸左看右看，心头像是被撞了一下，又软又酸，真是个笨蛋。徐组长，头疼，抱抱我。谁让你喝那么多酒？我没好气道，还是抱住他，拍了拍他的。他的吻胡乱的落下。宝贝，什么时候给我个名分？我们正式谈恋爱好不好？我垂下眼眸，假装没听到这句话。可能是因为我父母离异的关系，我一直很排斥固定的恋爱关系，因为我不相信两个人会长久在一起。既然不会长久，那就一开始不要确定，随时可以分开，对大家都好。我跟顾云谦只是单纯的纠缠，我一开始就表明过立场，他答应了，可他现在想要的更多了。那天顾云谦提出那句话，我没回答，之后我冷了他2天，他察觉到我的冷淡，下班后缠着我，徐州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不就是想谈个恋爱吗？有那么难吗？你这几天还不理我，你想干嘛？说话呀！他一副委屈的样子，搞得我像是不想对他负责的渣男。我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了，你要谈就找别人谈吧。我冷淡的说完，准备打车离开，他挡在我前面，抓住我的手。我他妈跟谁谈？你跟我走，今天去我家。顾云春，放开！我一把推开他，脸色很难看。我们僵持着，他的眼神软了下来，可他还没开口，我主动说了，我们还是分开吧。顾云谦脸色一变，抓住我的衣领。你他妈再说一遍！说多少遍都一样。我冷淡的看着他，推开他，上了出租车。那天之后，顾云春果然没缠着我了。虽然要断，但我们天天在公司抬头不见低头见。顾云谦这几天都塔的跟我抬杠了，看到我就一副冷冰冰的表情，像我欠他几百万似的。周五，我下班后打算去打球，却接到我妈的电话，她说自己在饭店订好的位置，让我跟她吃个饭。这也太突然了，她平时生活也不在这个城市，
我以为是太久没见面，他想我了才来找我。结果我走进饭店，包厢门推开，里面坐着一个20出头的年轻姑娘，长卷发。她冲我笑了笑：“你好，是徐州吗？我叫林曼，是陈阿姨介绍过来的。”陈阿姨？我妈的牌友！我讪讪一笑，尴尬的走进去，趁她点菜，我连忙给我妈发消息，质问怎么回事。周女士，平时催你相亲你也不去，我这不是得想个办法吗？周女士，那姑娘我看了，挺好的，你就试着相处一下嘛。我就为了这个骗自己儿子，我卑鄙，他不理我了，扔我一个人收拾残局。我叹气，撑着笑容跟林曼聊天，打算铺垫一下，说自己不喜欢女生，我从没谈过恋爱，不相亲也是不想欺骗别人。林曼介绍了自己的情况，说自己在附近上班，月薪8000，他好像对我很感兴趣，不停的找话题。吃饭结束，我主动开口：“林小姐，其实我不喜欢女生，不好意思。”她一愣，奇怪的看着我：“你是不喜欢女生，还是对我没意思？其实我觉得你挺好的，要不我们再相处几天看看？”不必了，抱歉，我必须语气坚定，才能避免浪费彼此的时间。林曼僵硬的笑了笑，起身说自己去洗手间补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打算叫服务员买单。他开门的缝隙，我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闪过，门再次推开，我翻出付款二维码，没想到那人猛地凑近我，语气不善：“徐州，难怪不跟我谈恋爱，原来是在这聊小姑娘。怎么着，突然想开了？你烦我了，要跟女生谈了？”我抬头看着顾云谦生气的脸，顿时头大。你胡说什么？我跟他没什么。没什么？那吃个饭还订包间？要不是今天被我撞见，你还想隐瞒到什么时候？我真没有，他是我妈介绍来的相亲对象。相亲？顾云春脸色更难看了。我推开他想出去，被他按在座位上，他挡在椅子边，不让我走。你不准走，给我把话说清楚。有什么好说的？你现在有什么资格管我？我跟他推揉着。火气上来了，我没资格。徐州，你他妈心是死的吗？顾云春气急，低头直接咬住我的唇。他每次跟我吵架就会这样，可我们不是已经断了吗？我愣怔一瞬，去推他，被他抵在椅子上，扣住后颈。他还故意咬我，我很害怕林曼回来看到，万一传到我妈那里去，他老人家估计要气得进 ICU 了。顾云春，你别在这犯浑！我含糊的说着，他松开我，低头在我脖子上狠狠咬下，力道很重，像是故意要在上面留下痕迹。老子没跟你断干净，你不准找别人，要不然我缠也要缠死你！他恶狠狠的说着，气息洒在我耳旁，让人战栗。混蛋！林曼回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赶走顾云春，买单结束，他跟我走出饭店，纳闷的看着我：“徐州，你嘴巴怎么红了？是我刚才点的菜太辣了吗？”他疑惑，目光落在我脖子上。哎呀，你是不是吃什么过敏了？可能吧。对不起，你刚才怎么不提醒我啊？他愧疚的看着我。小事，应该是季节性过敏，我经常这样，很快会消的。我面不改色的撒谎。到路边，我帮他拦了出租车，他略带遗憾的看着我：“徐州，那我走了，以后有机会再联系吧。”但我们知道，以后是不会再联系了。看着出租车离开，我默默记下车牌号，发给我妈。我人送走了，我不想谈，以后别再给我介绍了。周女士连忙发好几个长语音批评我。我没点开听，汽车喇叭声响起，顾云蠢摇下车窗，上车。你还想干什么？我他妈还能干什么？送你一程不行啊！顾云春拽着个臭脸，气得直咬牙。他堵在这不走，后面的车也跟着按喇叭。我也累了，索性上车。一路上，顾云谦的嘴就没停过。他问我相亲的怎么样，那姑娘怎么样？
问我有没有坦白自己是 gay。我皱眉，懒得理他，只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。顾云春轻哼一声，嘴角悄悄弯起。到了我家楼下，我解开安全带，顾云谦按住我的手，目光调侃的划过我的脖子，挑眉，不请我上去坐坐？顾组长，你还是认清自己现在跟我的身份吧。我打开车门，果断离开。身后传来顾云春恼怒的咒骂：徐州，你他妈是真狠心！公司里最近顾云春没顶撞我。小组成员都有些不习惯了，他们趁着开会悄悄问我：徐组长，顾组长最近怎么没动静了？不会是在憋什么大招吧？就是，咱们组今天发提案，他居然一点意见都没发表，太反常了。可能是失恋了。我感觉顾组长脸色最近不对。不会吧，他虽然长得帅，但好毒舌，哪个女生受得了？怎么受不了？感觉他腰很好的样子。已经结婚的孙姐突然开口，平日里就他车速最快，一惹几个人鄙夷的朝他看去，眼底却带着吃瓜的光芒。眼看着话题偏离轨道，我及时开口：好了，下周有个酒会要组织，都好好准备吧，中午吃饭。我习惯性的经过茶水间，顺势瞥了一眼，顾云谦不在这里。我垂着眼，平日里跟他针锋相对惯了，突然他不来招惹我，居然还有点不习惯。赵宇凑上来说要跟我一起吃午饭，这小子最近总是犯错，被我抓到好几次了，正好可以提点一下。我跟他就在公司附近随便找了个面馆，落座后我们闲聊起来。赵宇被我说的满脸通红，双手搅在一起，像是被训斥的孩子。你别紧张，吃面吧，我就是把你的问题说出来，以后自己注意就行了。我放缓声音，谢谢组长。赵宇在面里加了点香菜，小声嘟嚷，其实我还挺喜欢组长你说我的，虽然你看着很冷淡，但你对我们都特别关照，还好我在你组里，而不是顾组长那边。我抬头正好瞥见顾云谦走了进来，他凉凉的跟我对视，坐在我们旁边的桌子。赵宇被他盯得很不自在，手抖，醋加多了。顾云谦来了之后，赵宇安静如鸡，好像很怕他。明明是面对面坐着，赵宇还要用手机给我发消息。赵宇，组长，顾组长为什么瞪着我？赵宇，最近他好像老是针对我，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他了？我给他发了个表情包，让他宽心。顾云谦瞥见我们的小动作，冷哼一声。一顿午饭吃得有些不尴不尬。回公司的路上，顾云墨故意拽着我走在后面，天天跟那实习生眉来眼去，你很开心啊？只是单纯的关照，怎么不见你关照我啊？徐组长，顾云谦一股子酸味，恨不得把我淹没。我叹气，选择不理他，要不然他越来劲。小组接了个商业酒会的单子，现场布置都是我在盯着。我带着赵宇忙前忙后，可算是准备的差不多了。下班后，顾云谦来给我们送咖啡，他一来，赵宇就连忙躲在一边忙活，生怕被他揪住，说他偷懒。顾云谦跟我站在走廊上，趁着四周没人，低声问我：那个晚上要不要去看电影？没空，我要好好休息，明天还要来酒会看现场。那什么时候有空？都没空。你他妈！顾云谦咬牙，对上我淡淡的眸子，把脏话咽了回去。要不要这么不给面子啊？不谈恋爱，朋友都没得做，哪个朋友会动不动就亲人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鄙夷的看着他，喝完咖啡，把杯子丢进垃圾桶。顾云春勾唇，笑得不怀好意。我想什么了？真是没个正经。我不想被他绕进去，扭头继续去工作。顾云春跟上来，还不罢休，说啊，徐组长怎么不说了？不是很了解我吗？你闭嘴！我瞪着他。身后有工作人员推着一堆玻璃饰品走过，顾云春没注意到，不小心跟对方撞上，那些物品晃荡着落下来，一看就很危险。顾云谦，我慌张叫道，手比脑子快一步，已经将他推开，几个玻璃饰品狠狠砸下来。
擦着我的身体而过，锐利的边角将布料划破，割伤了我的胳膊。我毫无知觉，盯着眼前的人。你没事吧？徐州，你的手。顾云春反应过来，声音颤抖的打电话叫救护车。工作人员慌乱了，连忙道歉。有几个女生都吓傻了，血渗出来，很快沾染了一大片，在白衬衫上特别刺眼。我后知后觉感到疼痛，却看到顾云谦红着眼给我止血，他快哭了。医院里，我处理伤口，咬牙忍着。一旁的顾云谦像是比我还疼，一直让医生轻一点。你紧张什么？其实没那么疼，我安慰他，帮他捏紧手指。顾云谦紧紧的盯着我，悠悠开口：你刚才为什么推开我？不知道，刚才那一瞬，我只觉得心慌的要死。我很难想象他在我面前出事的场景，情急之下就那么做了。等医生走了，我才回过神来。就举手之劳嘛，要是别人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骗人！你刚才明明就很紧张我没见你那么担心过别人。顾云谦戳破我的掩饰，逼我直视自己内心。我烦躁的低头，不想跟他继续这个话题，可他非要问到底。徐州，你就是在意我，心里有我没吭声。他急了，为什么不承认？说出来又不会死。你好烦，我困了，折腾这么久，我疲惫的很。顾云谦见我没反驳，轻轻抿唇，起身送我回家。因为工伤，我请假在家休息，有什么紧急事情就用左手在家办公。不得不说，只有生病了才发现一个人有多难挨。右手不能动，不能沾水，做很多事情都不方便。顾云谦一下班就来找我，给我做饭。我说了很多次让他别过来，他都充耳不闻。周五下班后，他就赖在我家不走了。吃完饭，顾云春切了果盘喂我。我看了一眼手表，你什么时候走？我为什么要走？你现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得好好报答你。不需要，我需要，不报答你，我良心不安。顾云春厚脸皮的笑着，戳起一块西瓜喂我。宝贝，张嘴。我想说他，但被塞了一满嘴水果。晚上我要洗澡，顾云春挤进来，非要帮忙。我跟他在花洒前僵持着，争得面红耳赤。要不是我现在负伤，我真的会揍他。你给我出去，再不走，我报警了呀！别生气嘛，我这不是怕你不方便吗？你在这里，我才是不方便。我皱眉，衣服都不敢脱。他勾起我的手指，小声嘟嚷：害羞什么？又不是没见过，万一你伤口感染了才是大事。你给我闭嘴！他没皮没脸的，弄得我耳朵烧得慌。顾云谦盯着我良久，倏地一笑，只好作罢。好好，我出去，瞧你那样，跟小媳妇似的。那你小心点，有事喊我。门被关上，我松了一口气，磨磨唧唧的开始洗澡。虽然慢，但总比被那不正经的占便宜好。我本想着让顾云谦睡沙发，毕竟我跟他关系不像从前了。可他厚着脸皮走进房间，旁若无人的躺在我床上。他拍了拍枕头，来睡觉啊，愣着干嘛？这副姿态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他房间呢。我皱眉，你睡吧，我去睡沙发。顾云谦不乐意了，上前几步把我抱住，直接将我按在床上。他钻进被子，强势的缠住我。跑什么？我又不会吃了你，还是你怕抵挡不住我的魅力？我懒得理他的混话，索性背对着他，假装要睡了。顾云春的呼吸打在我后颈，他轻轻摩掌我的手指，每个举动都很小心，生怕碰到我受伤的胳膊。黑暗中，我都以为他睡着了，他却突然开口：徐州，我们在一起不是很开心吗？为什么不愿意跟我谈恋爱？是我没给你足够的安全感吗？你不相信我会一直陪着你？不，我只是不相信自己。我对不确定的未来充满了不自信。是我的问题，我小声说着，身后的人没再吭声。几秒后，
顾云谦将我翻身，他凑上来亲我，我侧开脸。顾云春，你少趁人之危。我知道，我又不是禽兽，就亲一下，真的就一下，好不好？他非要贴过来，手指轻柔的抚摸我的后颈。顾云谦的气息将我笼罩，我的心跳又忍不住加快了。争不过他，还是被他亲到了。睡吧，晚安。他一本正经的给我掖好被子，他倒是撩完了。现在轮到我睡不着了。该死的混蛋！顾云春没再逼着我谈恋爱了，他用自己的方式默默渗透进我的生活里。当我一个人在家，手不方便晾衣服，习惯性的喊他名字时，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我确实逃避恋爱，但也确实被他吸引。现在真有点离不开他了。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，让我心情越发烦躁。但顾云春晚上出现的时候，我的情绪又会被抚平。我越来越控制不了自己了。我的手恢复的差不多了，过几天就可以正常上班。你明天不用来了，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。哼，用完就扔，渣男都没你这么无情。顾云谦嘟嚷着，不满的把我捞过去，非要吻我，又闹了一通。他撇着我还未痊愈的手臂，黑着脸去浴室洗澡。我起床洗漱，忘了小组接了个新项目，赵宇等会儿来给我送新的资料。我刷牙，顾云春就在一旁捣乱，要我给他刮胡子，要不然就用胡渣蹭我脖子。你好烦，离我远点。我推了推他，他又故意闹我。突然敲门声响起，我让他去开门。谁啊？大清早的。顾云春一脸不爽的打开门，赵宇盯着他身上的浴袍，又看了看门牌号，顿时瞪大眼睛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怎么是你？你来干嘛？我来给徐组长送资料。赵宇结结巴巴的从包里掏出几份文件。顾云谦接过，知道了。我从浴室走出来，赵宇求救似的瞥了我一眼，目光里满是问号。我下意识把衣领往上扯了扯，昨晚被顾云谦偷袭了，可不能被人看出端倪。顾云春挡住他的视线，没你事了，上班去吧。然后他无情的关上门，留赵宇一个人在门外凌乱。几秒后，赵宇再次敲门，顾云春黑着脸打开，又干嘛？我给徐组长带的早餐。赵宇小心翼翼的递上，都快被吓哭了。我连忙上前接过东西，跟他说谢谢。赵宇的眼神在我跟顾云谦之间打转，最后目光落在我脖子上。他压低声音凑近我，以为自己很小声。组长，顾组长是不是欺负你了？他居然都追到你家来了，你俩打架了？我一时头大，卡壳了。顾云春冷哼一声，直接搂住我。赵宇，就你这脑回路，下个月能不能转正真是个问题啊！赵宇慌了，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，赶紧走，小心上班迟到。顾云春挥手，再次关上门。赵宇去上班的路上，魂像丢了似的。等他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给我发了好多消息，全是问号。我叮嘱他，让他别说出去。赵宇乖巧的答应了。顾云谦换好衣服出来，让我给他系领带。我冷笑着把领结收紧，他被勒得皱眉。顾云谦，你刚才诚心的吧？别没事就吓唬我的实习生。什么你的？他还不知道能不能留下来呢。少乌鸦嘴，你他妈关心这个关心那个，什么时候关心我？顾云谦阴阳怪气，不爽的捏着我的脸亲了一口，出门上班去了。1周后，我恢复上班，回到公司，组员们都说很想我，还给我送花。桌上一排康乃馨，略显夸张。经过顾云谦工位，他递给我一杯咖啡。欢迎回来啊，徐组长。他悄悄勾了勾我的掌心，眼底带着笑。我故作冷淡的点头，算是回应了。赵宇盯着我们，眼底品出了别样的味道，但他谁也不敢说。我坐在位置上，补回这段时间落下的工作。顾云谦偷偷给我发消息，说下午一起下班，要给我煲汤喝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回复好。
我觉得是时候回应他跟我的关系了。可下班后，我在楼下等了很久，顾云春都没下来。路过的同事说顾云墨今天提前下班了，我讶异了一瞬，自己下午忙着开会，没注意他的动向，直到我给他打电话，他很久才接。顾云春，你去哪了？不好意思，我有急事，你先回家吧。他似乎在开车，那边声音很嘈杂。我挂断电话，心底有些失落。回到家，我点了份外卖，吃了一半，我就没胃口了。分明以前还可以忍受外卖，但是被顾云谦照顾久了，口味似乎也变得挑剔了。阳台上还有顾云谦的一件西补套，随风飘荡，家里处处充满着他留存的痕迹。可他本人偏偏不在我身边，所以他今天有什么急事呢？往常他都会提前知会我一声的。我闷闷的想着，随便打开个电影消磨时间。深夜我在床上翻来覆去，一直睡不着。我打开手机，在顾云谦的对话框里犹犹豫豫，最后还是退了出来。突然我看到顾云春发了朋友圈，时间是15分钟前，内容就一张图片，拍的酒吧，桌上一堆各色酒瓶，还有一些男男女女的身影。哦，原来这就是急事啊！亏我还在这忐忑不安，全都白费。我咬牙给他点了个赞，还说什么要跟我谈恋爱，骗人的吧！我烦躁的钻进被子，试图将自己塞回那个安全的壳里，一边庆幸没听他的花言巧语，一边又觉得伤感。果然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是会断的。书弟，手机亮了。顾云春还没睡。我沉着脸，气愤的敲字。我关你什么事？顾云谦，没睡的话，起来给我开个门。我一顿，起身去客厅，透过猫眼看到外面一个高大的身影靠着墙，我连忙打开门。他逆着光，看不清神色，但我总觉得他心情很不好。你怎么了？不是在外面玩吗？来找我干什么？网图仅你可见，试探你睡了没，幼稚但有用。那你怎么？我还没问清楚，他突然凑近我，直接将我抱入怀里，手臂勒得很紧，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来。我怔了一瞬，放缓语气。顾云春，你怎么了？今天我老同学说有急事找我，我去了才知道，他在医院查出胃癌晚期，他不敢通知家人，只好叫我去说说话。我呆愣的听着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背，当作安抚。他深呼吸一口气，声音有些哽咽。走出医院，我突然很想见你，就来找你了。徐州，我好怕，我的母亲也是在医院去世的，我要抬头。被他按住后颈。你知道我来的路上在想什么吗？我不想失去你，也不想再浪费时间了。不管你跟不跟我做情侣，我以后都要跟看你。只要你还没喜欢上别人，就别推开我，好不好？声音小心又祈求，有滚烫的泪水落入我的颈间，我的心跟着揪了起来，闷滞的难受。脑海空白了几秒，又像是想清楚了什么，一瞬间有种勇气在我胸腔中炸裂出来，散遍四肢百骸。我用力回抱他，吐出一口气。顾云谦，我们试试吧。直到顾云谦躺在我的床上，他一双眼睛还紧盯着我，反复问我是不是真的要谈恋缘。真的真的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我捂住他的眼睛，让他赶紧睡。顾云谦握住我的手腕，轻轻吻我的手背，再往上是那道还没长好的疤痕。他轻轻摩拳着，抱紧我。那你答应我了，就不准反悔。你要是反悔，我就天天抢你项目，气死你！幼稚！我好笑的勾唇，摸了摸他的头发，心底仿佛被塞满了棉花，轻轻软软，再也不空了。知道了，快睡吧，都凌晨2点了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晚安。顾云谦碰了碰我的嘴角，我们相拥着，彼此找了个舒服的姿态，沉沉睡去。顾云谦比以前更腻歪了，在公司也毫不收敛，
只要周围没人，他就跟我勾肩搭背，时不时偷亲我。开会的时候，我在上面发表方案，顾云谦眼神带着钩子似的盯我，我压根不敢跟他对视。时间久了，经理都察觉到我们之间的不对劲了。我提醒顾云春，让他跟我保持距离，他不仅不听，还趁着午休把我拉到储物间里。他把我按在货架上，眼神悠悠的。徐组长，现在是休息时间，我可以享受点男友福利吗？别闹，我跟你说的话，你当耳旁风是不是？是，我只听枕边风，你晚上回去给我多吹吹呗。他挑眉，语调怪怪的，故意引人遐想。我捶了他一拳，瞪他，他捏住我的脸，不管不顾的亲下来，像是永远不腻。外面有脚步声传来，我吓得要推开他，他还不松手，脚步声越来越近了，我的心跳快得不行。门锁被拧动，然怎么打不开？赵宇纳闷的声音传来，里面有人吗？喂，他又试了几下，还以为是锁坏了，只好放弃。外面的人离开，顾云谦才放开我，我的嘴巴都红了，没好气的踩了他一脚。你疯了？要是被同事们知道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出柜呗。公司才不允许办公室恋情。顾云谦拽拽的挑眉，手不安分的捏我的耳垂。那我们偷偷带薪恋爱，还赚了。来，再多亲会，让那资本家后悔去。滚开，没个正经。顾云谦提出了很多次同居的想法，但都被我拒绝了。我觉得即便是情侣，还是保持点距离比较好，而且我很担心被公司的人察觉到端倪。圈子本来就小，传出去了，以后对工作也有影响。顾云谦不高兴，跟我阴阳怪气了好几天。周五，我出去谈客户，顾云春在饭店外面等我。明明可以早点结束，但这个客户十分难缠，他逼着我喝下一杯又一杯，硬是不签合同。我表面上笑着迎合，心底骂了个遍。一旁的赵宇担忧的看着我，拽了拽我的袖子。组长，你脸好红，别喝了吧。没事，我看着桌上的那些空瓶，寻思着应该差不多了。李老板，我们谈了这么久，您看这合同。我再次把话题拉回来。李老板40岁，穿的西装革履的，笑起来很温和，但眼底藏着狡猾。小徐，不知道是不是喝多了，我现在看你，觉得你长得比女孩还好看，脸上红红的，真漂亮啊。他再次掠过话题，凑近我，将手搭在我肩上。说话间，那只手逐渐落在了我腰间。我敛起笑容，眼底冷了下来。我以前不是没遇到过不讲理的顾客，但被男顾客骚扰还真是头一次。这个合同当然是要签的，如果你再陪我喝几杯，我以后有什么活动都找你们公司。李老板温温说着，手还在往下。我推开他，还没骂出口，一个身影突然闪过，刹那间唯当一声，李老板连人带椅子被人踹倒在地上。他的秘书一愣，连忙上前扶人，嚷嚷着要叫保安。你他妈今天叫谁都不好使！顾云春大声骂道，上去揪住李老板的衣领，一拳接一拳挥了上去。你个老畜生，刚才就是用这只手骚扰他是吧？王八蛋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碰他？他常年锻炼，一身狠劲，对方的秘书完全拦不住。我看他下手极狠，几下对方就满脸是血了。我酒精冲脑，头晕脚晃的上前，想拉住他。顾云春，别打了，他没理我，还在揍人。赵宇扶着我，吓得不敢吱声，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酒店经理来了，带着人把顾云赛扯开，这场闹剧才结束。我带着顾云谦去医院的时候，这件事已经在公司内部传开了。经理倒是没怀疑我跟顾云谦有什么恋情，而是怪他太冲动，把大客户搞砸了。工作群里其他组员不敢说话，经理一直在指责。顾云春没吭声，直接退群了。走出医院，我看着他手上的伤痕，忍不住皱眉。你刚才下手太重了，
警察差点就来了，你要是进去了，以后工作怎么办？这有什么的，我没把那混蛋打死，都算他运气好了。顾云谦还在愤懑，我拍了拍他的肩，冷静点，以后别那么冲动了。连你也觉得我冲动？他眼底沉了下来。徐州，我这是为了谁？难不成我要看着你被人欺负吗？我知道你想保护我，但是你也得在保全自己的情况下去处理事情吧。他那种人，警察自然会处理，你犯不着为了他牺牲自己的前途。你太天真了，警察顶多说你们有纠纷，内部调解。那种王八蛋，不打他，他永远不知道自己错了。我叹气，知道他现在还在气头上，说什么也没用。顾云春看我不吭声，更不高兴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只是想你好，你不为我说话就算了，还要说教我。我没想说教你，只是希望你冷静处理。看着自己男朋友被人非礼，我怎么冷静？顾云谦皱眉跟我对峙。我喝了一晚上的酒，这回胃里正在翻腾。好，不说了，我累了。怎么就不说了？顾云春拽住我，心底憋着一肚子火。那你想我怎样？我说了你又不高兴，不说你也不高兴。我语气有些不耐烦，跟他对视，仿佛回到了大学时候。以前我们也这么争吵过，但那会我们是同学，后来是同事，现在是情侣，吵起来总觉得有些微妙的敏感。顾云春盯着我，在我的目光下松开手，冷笑。行，那都别说了。那天我们不欢而散，明明都没做错什么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成了那样。接着几天，我跟他谁也没理谁。周末过后，我去上班，没看到顾云谦的人。那天他退出工作群，好像一直没加回来。我去找经理说情，解释那晚的事情，希望他别再怪顾云春。经理叹气，摇了摇头，唉，说这些也没用了，客户都没了，而且顾云谦一大早给我递了辞呈，公司的东西都没收走。现在的小年轻啊，真是耐不住性子。我一愣，没想到会这么突然。顾云春居然主动辞职了，他工作表现那么好，明年就可以升职了。难道是因为那天的事情，还是因为跟我吵架？一整天上班，我都有些心不在焉。赵宇给我买了杯咖啡。组长，对不起，那天你喝酒，我应该拦着的。你被人欺负我也没看到，要不是顾组长来，他一脸愧疚，恨不得把头低到胸口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急什么？以后有的是你喝酒的时候，你现在多学习就行了。上次的事情就当长经验了，下个月你就转正了，加油。曾经我也像他一样，在职场里茫然无措，不过一切都是慢慢走过来的。谢谢组长。他激动地看着我，眼眶发红。下班后走出公司，我一个人在街上徘徊。我给顾云谦发了消息，可他一直没回复我。我为什么突然辞职？我那天不是故意要跟你吵的，也不是觉得你做的不对。还在生气吗？我们聊聊。我焦急的走来走去，鼓起勇气给他打了个电话，可顾云春关机了。我皱眉，沮丧的垂下眼。我没有谈过恋爱，也没有哄对方的经验。我讨好过许多难搞的客户，却在顾云谦这里捆住了手脚。以前好像都是顾云蠢哄我，他说不过我就耍赖的亲我，然后把我往床上一丢。回家的路上，思来想去，我还是打算去找顾云谦说清楚。中途我让司机掉头，去了顾云春家的小区。我在路边买了几罐啤酒，打算等会喝点了，好聊些。我站在门前，都琢磨好开场白了，可敲门好久，里面一直没有动静。邻居阿姨出去遛狗，看到我笑了起来。你来找小顾？她下午出去了，拎着一个行李箱，应该是要出远门吧？啊？哦，谢谢阿姨，我正在原地，脑海里一片空白。顾云春是搬家了？去哪里呢？离开这里吗？那我怎么办？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是不要我了吗？我茫然的站在走廊上，
头顶上的声控灯突然灭了，心脏沉下去，像是坠入深冬的潭水里，闷滞又痛苦。我被甩了吧？果然，人跟人就是会分开的。我魂不守舍的打车回家，难以接受自己失恋的事实，心底酸涩的难受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在出租车上，我打开啤酒，一口气喝了大半瓶。司机瞥了我一眼，大概是知道我心情不好，没有搭腔。他默默切歌，换了首单身情歌。我看着窗外，揉了揉发红的眼睛。算了，又不是没单身过，还不是活过来了。回到我家小区，走出电梯，我正在掏钥匙，声控灯突然被人叫亮。你怎么才回来？熟悉的声音响起，带着幽怨的语气。我盯着眼前的人，睁大眼睛。顾云谦坐在行李箱上，一副等了很久的样子，等得我手机都没电了，还以为你今天要加班呢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来求包养啊？顾云谦挑眉，还是那副不正经的样子。我得罪了客户，肯定在公司混不下去了呀，你可得收留我啊！我现在什么都没了。那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？我还去你家找你了，你不在，还以为你……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心底没那么烦了。以为我什么？他凑上前拧眉，你眼睛怎么这么红？你不会以为我走了吓哭了吧？当然不是，我这是被风吹的。顾云春嗤笑，抬手抱住我。原来我们徐组长这么害怕我走啊！我没有，我挣扎着，被他越发圈紧。顾云谦低头亲了我一下我的眼角，哄说：好了，我错了，我那天不该跟你呛，我们别冷战了。我也有错，那天没跟你好好沟通，后来还没主动找你解释。我们沉默片刻，一起笑出声来。开门吧，我等的腿都酸了。顾云谦就借着没工作的理由搬进了我家里。等我反应过来被他套路时，这货已经赖着不走了。当晚他做了大桌子菜，庆祝自己离职。我跟他碰杯，祝他之后步步高升。饭后，他将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，我看着满满当当的衣柜，感觉还挺奇妙的。顾云春在洗澡，突然半开门，大声嚷嚷：宝贝，我忘带浴巾了，你得给我用一下。我拿了一条新的给他，但没有递给他，而是直接走进去。我把浴巾搭在他头发上，帮他擦了擦，然后勾住他的脖子亲了上去。顾云谦愣了愣，凶狠的回应我。他把我抱上洗手台，看着我绯红的脸。徐组长，今天怎么这么热情？因为发现自己真的很在乎你。他眼底变深，抓我手腕的力道收紧。一整天的跌宕起伏让我明白了很多。害怕开始恋爱，只是害怕失去，但顾云春不会让我失去，他永远站在我这边，所以我要跟他好好在一起。热烈的回应他的喜欢。顾云谦嘴上说着辞职摆烂，但他在家里也没闲着，他在准备创业，拿出积蓄去做个网红孵化公司。他的父母也没意见，反正他家里的钱够他造的。我每天回到家里，他已经做好一桌子菜等我了。偶尔他遇到创业难题，会跟我商讨，我们一起查资料，一起解决，这种感觉还挺好。我们偶尔也会吵架，但我已经渐渐学会如何去哄人。我跟他一起认真的经营这段关系。跟顾云春待在一起久了，我还学会了几道菜。我们约好中秋节一起做饭，可他公司有事缠住了。等我买完菜回来，发现他已经到家了。我们都买了对方爱吃的爱，真是有默契。不是说有事吗？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我把紧急的处理了，其他事情可以明天处理。但中秋节一年只有一次。顾云春笑着脱掉外套，系上围裙。我们一起在厨房做饭，主要还是他掌厨。得空了，他就偷亲我。就这样打打闹闹，生活变得生动起来。饭后，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他喝了点酒，微醺的抱着我撒娇，一直在我耳旁絮絮叨叨：宝贝，你腰好软。说句话啊，你对我越冷淡，我就越想缠着你。你肯定不知道
我有多喜欢你？我耳朵发烫，不自在的盯着电视屏幕，肉麻死了！好好看电视，我只想看你，你也看看我呗。他把我的脸搬过去，对视不到几秒，他又吻了上来。我搂着他的脖子，轻声回应：顾云春，我也很喜欢你。1年后，他的公司已经做起来了，出了几个比较知名的网红。公司周年庆那天，顾云谦在公司聚会结束，非要拉着我出去庆祝。我送了他一条领带作为礼物。他将车停到河边，正好窗外有烟花出现，璀璨又绚丽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安排的，正准备问他，一扭头，他正拿着一个戒指，笑着看我。宝贝，要不要跟我更进一步？你确定吗？当然，我从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。你跟我纠缠这么久，总得对我负责吧？顾云春坚定地看着我，我笑着点头，将手伸出去。我也不会为自己的选择后悔。烟花结束，正好夜晚11点。顾云春抱着我接吻，亲得越来越难舍难分。我推开他，让他开车回家。他不肯动，眼神发绿。宝贝，反正这附近荒郊野岭的，要不要试试？顾云春，你少犯浑。他低低一笑，不顾我的反对，又贴了上来。我满脸涨红，一颗心狂跳。我亲手给他戴上的新领带，最后转移到了我的手腕上。夜晚真长啊。